哎，你们看我老公长得胖胖乎乎、憨憨厚厚的，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就他和我家人相处都特别融洽、没有矛盾的错觉？你以为他就不制造家庭纷争吗？你以为他没给他老丈母娘惹哭过吗？今天我跟你讲讲我老公给我妈气哭了的真实故事吧，给我也差点没气过去。因为要真是一个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吧，闹把矛盾也算值得。就因为一个屁，让丈母娘给撵出去了，你说他有没有毛病啊？首先哈，就我老公末梢神经松弛这个事儿，他随根儿，他家人都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我还记着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哈，就是到他家也就第3天、第4天的阵儿吧。有一天晚上一块吃晚饭，我们还都吃着呢，他爸先吃完了。完事我脑袋顶上的灯泡呢就嘶嘶作响，还微颤。我这公公呢就把这灯给关了，完噌家站凳顶上去了。结果他这是金猴一灯，屁散众生，我就听噗哧一下子。哎呀，当时那情景就我还没吃完饭呢。关键是吧，我刚开始根本没注意这灯泡有毛病，我不知道他要来换灯泡了。就当时给我吓得，我寻思这加拿大西海岸放气儿都得走程序呢，先吃饭后关灯，登高1米放春风。完事当时哈我脸都红了，我寻思这老头当着我面出现这事故得多不好意思。结果我公公就哈哈一大笑，说的也劲使大了。然后我就观察这一家人呢都没有啥反应。后来我才发现，就他家人都这样，就都不觉得这是个啥难为情的事儿。可以说他家的家风就是随放随孔，景美人松。我当时住他家姓穆赫兰嘛，我觉得我就是住在一片老穆家的祥云里头。所以说吧，就家风导致我老公认为这个事儿他就不是个事儿。但是呢，好在他第一次来铁岭来我家，他发现大伙儿还算挺严肃挺正经的，他就一直没放飞自我。完事呢，他的第一次铁岭之行马上要结束了嘛，就大伙儿对他的整体印象还算还行不错吧。结果在他走的头一天，我妈请大伙儿吃饭来我家给他送行。这家伙我二姨我老姨忙活一下午，准备一大桌菜，但这里头呢就有几个容易引发剧情的豆菜。完大伙儿这酒足饭饱了之后呢，我哥就是我妈大外甥呗，就耍了一下剑。东北话叫耍剑，普通话解释就是为讨欢心，小事完毕吧。我哥呢就很云淡风轻的就一抬臀就补了一下。这时候我小弟呢就二外甥呗，就很怕我哥就独自充当了一把时代的弄潮儿，马上也就一抬臀补加一下。哎呀妈，我这大胖媳妇儿就当时他也是到亮了，哎呀这家伙就来劲儿了，这一看击鼓传花啊，这是他就寻思原来这家人也没有那么严肃，就是啥事爱组团来。他寻思哎呀这壮年男丁都上了，那我能掉链子吗？这家给他激动的啪嚓蹬一踹站起来了，大伙儿就都瞅他，以为他要讲话呢。结果人家一个转身弯下他那3尺8的水蛇腰，咣呀一声，哎呦我的妈！空气脆了，人醉了，我妈的慈祥稀碎了。关键人家放完还转过来了，冲着请客的主人我妈飞了个大眼儿，然后还让我翻译，问妈妈是不是咱家赢了？是不是咱家赢了？当时我妈就气哭了，你知道不？你们可以问我妈，你看我白话没？就我妈气的就她必须得出去，就不能看她。完我二姨夫算是俺家就算最有文化的大明白呗，完还帮我老公就想借口开脱呢。大姐，这外国人吧，肠子短，沟回少，末梢神经管不好，他也不是故意的。我妈，他放完他还冲我笑呢，他怎么能是不故意的？哪有这么对待丈母娘的呀？完我也气够呛，我就给我老公领出去了。结果他还跟我歪上了，整的我两面受气。哎妈，我老公当时老委屈了，问我那怎么你哥你小弟都行，就到我这就不行呢？我说他们都是家里人，你不是吗？我老公。哎呀妈呀，不吃豆来不回神儿，我就是个过路人，不到屁时不死心，全家就我不算亲。我最近不是上一节目说了一个段子嘛，就说我这个傻老公刚来中国的时候看不懂汉语，然后天天给我送黄菊花，给自己送成寿益花圈店 VIP 了嘛，就送的我就感觉我要是好好活着我都对不起他。我本来担心的是就讲这个事儿他到底好不好笑呢，结果一看弹幕一堆人骂我说这故事编的也太假了吧，这就纯编故事。我太委屈了，我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黄菊花这个事儿是真的呀。就我婆婆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看过一眼当年的结婚照，手里捧的是一束惨白的白菊花，就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她的婚纱在那个黄菊花后边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婚纱，就只能叫淡黄的长裙。更有意思的是，几年前我有个好朋友在英国结婚，我去给她当伴娘。早上我一去她家，白菊花摆一墙，她婆婆送的，然后这个墙上呢还是他俩的结婚照，就笔直一面菊花台，啪嚓一道生死线，本来一段旷世缘，隔出一场阴阳恋。给我下一句领，我说这是要干啥呀？就冥婚呢？你要冥婚，你找什么伴娘呢？那伴娘是要收红包的，那一会儿咋整？给我烧啊！她说她也没办法，这些花都是她婆婆送的，她婆婆本来就是卖花的，所以送花特别舍得。
属于提前预定了一拖拉机。我记得特别清，我当时还问他了，我说那你就跟你婆婆说你不喜欢白花不就得了吗？他说我婆婆就喜欢菊花，我要说我不要白的，那今天就注定是一墙黄菊花。所以我那朋友说，就是既然命中有这么一场劫数吧，就是要不然是一墙黄菊，要不然是一墙白菊，那我宁愿选择白菊，因为我跟黄菊靠腮，菊花台满地伤，我的笑容已泛黄嘛。我说行，既然这个文化不一样，咱俩也别计较这个事儿了，就让他这一墙白菊搁这摆着。但是你墙上这个照片，咱俩可以换个地方。然后我俩把这个墙上的婚纱照拿下来，支桌子上了。结果2小时之后，她公公来了，从她婆婆的花店里又搂来3捧黄菊花，摆桌子上了，围着照片摆的。那天给俺俩愁的呀，就抱着照片躲菊花，红白喜事两手抓。后来这照片让俺俩收到卧室书架上了，然后把卧室的门反锁上了，锁得死死的。结果这桌上呢，就剩仨香蕉俩苹果，旁边一圈黄菊花，更瘆人。所以我在脱口秀大会上说过这个梗嘛，我说我老公天天送我黄菊花，我收着花都不知道往哪放，放桌上，桌上不敢放吃的，放墙根，墙上不敢挂照片吗？哎，你知道以前我老公每次来中国最接受不了的咱们的文化习俗是啥吗？就是按摩。主要问题出在哪儿呢？首先是这个手法，上来直接给怼哭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啥呢？还不是这皮肉之灾，主要是他被人家按摩师埋汰他虚。这个事儿我老公当时疯了。你可能也有所了解哈，就是这个按摩这个事儿，在国外呢，基本上就是放放松，点点蜡 ，SPA 小 SPA， 放点歌，滚点球，抹油再抹油嘛，就是能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但咱中国这个推拿按摩呢，下手更狠，一定要解决问题。大脖梗、腰间盘怼完2级小伤残，胯骨轴、后脊梁摁得噼里啪啦响，是不是基本就是这么个对比？但咱们喜欢咱的推拿按摩，虽然疼，但是它起到一定作用，对吧？有一次我老公在铁岭，我就说我领他去按摩去，完了给乐坏了，那喜欢，他以为就是去 SPA 小 SPA 嘛。然后我们去的是一家盲人推拿按摩店嘛，一进屋，2个身材非常魁梧，就是肱二头肌非常夯实的男按摩师就进来了嘛，拎着2个电子表进来的。这时候我老公就感觉到他跟他想象的那个氛围有那么一点差池。这时候这俩人一摁那电子表，哎妈，这电子表声老大了，4号钟70分钟计时开始，第一。哎妈，给俺俩吓一激灵，反正就从这个70分钟第一，我老公这个 SPA 梦就彻底破灭了。完，这俩按摩师就下手了嘛。我这个还行，他那个挺好强这么一个人吧。我就听我老公嗷家一声惨叫，就7尺男儿身，一把辛酸泪。说好的 SPA 换整骨，灵魂摁稀碎。关键这个最扎心的问题还不在这儿，这按摩师给他摁腰的时候，本来摁就狠，摁的一脸眼泪。完摁完之后呢，还整一个哥们儿，你这腰也不咋地呀，挺虚呀。我老公就嗅到一丝不对，就问我，他说我啥？我一寻思这个虚怎么翻译呢？那就只能是 weak 呗。我老公这一听，噌家坐起来了，急眼了。关键是呢，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他不汉语不好嘛，他不知道这个4号钟是编号，他以为这个按摩师姓4，叫浩中，全名4号钟。完就问我嘛，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就上来先往死摁我，摁死我之后还说我 weak， 这个4号钟是不是你前男友？我说我要是浩中这样的前男友，我还找你呀？你还不吃力，你还 weak。我说但是你先别生气，在我们的文化中呢，这个 weak 它不是一个很死状的攻击。我老公当时呢还是很气愤的，我 weak 不 weak 的，他是哪知道的？摁我2下就说我 weak 也是他摁 weak 的。但人家按摩师就是非常不紧不慢的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你晚上起夜上不上厕所啊？你没事会不会冒虚汗呢？你有没有觉得睡觉睡不醒啊？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看啥都不好吃，提不起食欲啊？我老公说就是除了这个食欲不用特意往起提，得往下压，剩下都有啊。完了按摩师说那不就是虚吗？我老公说你说的这些事儿涉及到就是耳鼻喉肝胆脾肛肠消化道，就啥都涉及了。你是哪个诊室的？你是虚诊。然后这个按摩师就非常云淡风轻的给他解释了一下这个，就是咱俩呀不在一个体系上。我们讲究的说这些东西它都是内通的，一虚则百虚，往事如白驹，一错则百错，难说谁之过。你呀就别焦躁，别巴巴了，回去慢慢去调吧。我老公刚开始不服嘛，就觉得这受到人身攻击了。结果摁完之后回家呢，就觉得整个人都好了，舒服。完他再回想这个按摩师关于虚的这一套理论啊，他就觉得特别的玄幻。你知道本来外国人对于东方人有时候他就觉得东方人说点啥都带着一股就是神秘的门派气息，所以他自己就开始搁那瞎想象，就觉得哎呀，这个4号钟可能实际上是带派的，就是法号济空之类的。完我昨天跟他视频嘛，就我老公他爸这加拿大老头说这个手腕子脚腕子最近不舒服，总觉得有点疼，是不是关节出了问题？
完我老公整那个损样，跟人家像个大明白似的。哎呀，我跟你说，一虚则百虚，往事如白驹。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概念，但是它很神奇。脚气味不味，闷头出不出，信不信，服不服 ，weakness 有或无，你就品吧，博大精深。我说不明白，将来你来铁岭，我给你介绍个人，叫4号钟，70分钟低，他能给你讲明白。